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李先生21岁，来自云南，是一名学生；女嘉宾陈女士23岁，来自云南，是一名学生。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你应该是他学姐对吧？啊，对。怎么好上的？是这样的，刚开始我们两个都是老乡嘛，聚会上因为是老乡的关系，所以我们俩也越处越聊得来嘛。后来他就开始追我嘛。哦，在哪儿读书啊？在大理。怎么了？你现在想实现梦想？梦想是什么呀？我的梦想就是我想在大理海东那边开一个客栈。他这个梦想很不切实际的，在海东那边开个客栈很贵的，他开不了是吧？按照现在的我们这种水平，开不了的。哦，那你就让他在那儿工作着，然后攒了钱再开，你是这意思吗？我就觉得别人有梦想就有梦想了，我有梦想，在你眼里就那么不切实际，你那么不相信我呀？你觉得我就什么都干不成吗？我年轻，我有能力，我相信我可以。可是他就是不支持我。我也没说他干不了啊，就是因为她一个女孩子嘛，因为现在大4了嘛，要毕业，我就想着她回老家嘛，找个幼儿教师的工作。他老家是哪儿的？和我一起的就是红河的嘛，然后不想留大理，想回红河啊。你的想法是这么个想法？对，然后等着我毕业了，我俩一起，因为父母也在旁边嘛，就照顾父母什么的，挺好的。然后他就一直想着去外边打拼。不都在云南，怎么就叫去外面打拼了呢？因为主要是我家庭的一个原因吧，因为我父母分开了，我也不能走太远嘛，因为要照顾他们。明白了。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吧，应该要有一点目标，有一点理想。他吧就是太安于现状了，主持人。他的那种思想我特别不能理解，就特别像老年人似的，就想着啊，我泡杯枸杞水，然后坐着喝一喝茶，然后去打打太极，长命百岁，这样就 OK 了。就一点目标都没有，我就不可，我那有枸杞水，都不可以吗？对，老年人，老年人，行啊，您说，这可以，是，可是不可以，他这么年轻不可以。对啊，就是他想过安逸的生活，我也知道，我理解。可是平稳是需要有保障的，那保障是得去打拼的，是不是？他就什么都不想，就想着啊平稳就好了啊，啥也不去想。哎，他是不老呲瞪你。对，然后他不分场合，当着我很多朋友那边就直接就那么说我，就感觉我特别没面子。就有一次嘛，他也是那个县城小品部的部长，我就加入了他那个部，那会儿我已经跟他好上了啊，希望他就是特殊照顾我一些，但是相反他就特别的针对我。举个例子，就是说那会儿就跟着一个小学弟小学妹在那玩嘛，他就在那里骂我说我能不能有点正事儿？是，反正他只能骂得动你。对啊，就因为你是我男朋友，我才骂你啊。那当时大家都在那训练着呢，你就带着大家一起玩，多不给我面子呀！你这干的都是啥事儿啊？不是，那你随便说一下就可以了，你有必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我吗？还有就是因为在一些日常训练里面，我有一些想法，就想把它就是加进去，但是他认为我的想法就特别 low， 根本就没有他的好，然后他就使劲的夸他自己的想法有多好有多好，然后就把我说的一文不值什么的。难道不 low 吗？你觉得很好？那些梗都是超级烂大街的，要是让我说把这个梗写在我的剧本里面，然后再搬上台面上，那我觉得我会被别人笑死的。你那个梗我们大家都觉得 low 啊，这没毛病，没问题啊。好，我不跟你讲这个，不跟你讲。然后就是因为我们俩是学弟学姐关系嘛，但是男女生宿舍离得比较远嘛，大晚上的下晚自习了，9点多10点了，他就有一个电话打过来，让我马上过去找他，有什么事儿，挺啰嗦的，还规定时间，说什么5分钟不到就不要过去了，还说如果我不去是我不在乎他不爱他之类的。我也很无奈，就是一路小跑的就过去了。不过有些时候还是会迟到，他也不体贴我一下，我还喘着大气呢，他就在那里说我不在乎他啦，我不爱他之类的。这么冷的天让我在外边等着他，而且宿舍楼底下同学也多嘛，对吧？他就直接不管了，就在那一直在说我。主持人啊，是这样啊，我既然说规定你5分钟到，那5分钟肯定是能过得来的。但是他就是一个大男生吧，磨磨唧唧的，各种为他的迟到找理由、找借口。你说你这合适吗？我还觉得你这种逻辑很没有道理的。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宿舍楼底下就这么说我，
我就觉得主持人就觉得是一个老师在训自己的学生一样，就感觉我是她男朋友，不是她学生。那你当时的表现是？我也很无奈，就因为有熟人有陌生人，我也不太就感觉盯着。对，多好的同学呀！3年了吧？对，第3年了。你是怎么忍下来的，这位同学？不，他之前也不这样，他之前还挺好的，忠心耿耿吧，对你是不错呀，是不错。但是我吧，就是希望他能够对自己的事情有一点规划，有一点效率。然后他还把他的梦想就强加在我的身上，但是我就不是这么想的。你的梦想是什么？一开始我就说了嘛，我的梦想就是回老家，有一个安稳的家庭，一个安定的工作。放了他吧。那他一个男生啊，我不仅是说给我自己做了规划，我给他也做了规划嘛。你给他的规划是？希望他能够走得更远一点。规划就是我比他大1届嘛，就先毕业1年，我先去北京，然后等他毕业了，他也过来北京。就是去北京挣钱，因为我们2个老家是在一个小县城，相对发展机会不是那么多。你确定北京到处都是钱吗？就我在北京有一个学长，他们学长啊，怎么了？没什么呀，就是学长，他就是北京人嘛，然后我跟他关系也处得比较好，就是跟他说过我的想法，然后他在那边也帮我就是打听了一下，然后说有一个岗位还挺适合我的，是搞人力资源这一块的。你那人力资源是干嘛呀？先是做助理啊，然后打杂这样子。一个月多少钱工资？6、7千左右。什么公司啊？就是一个做那个药品的。你怎么可能刚进职场5、6千呢？你那个师哥肯定是在忽悠你的。那我得好好想想但是我就是说，我有那个梦想在，我有那个梦想在，就是说，我就是想出去闯一闯。这个，确定了要去北京吗？你去了北京，1年之后他毕业了，之后呢？我是想着他也过来北京找我嘛，我们2个人在大城市多挑战一下自己，不管说5年也好，10年也罢，因为我那个梦想特别坚定。明白，去北京吗？不去。分手去不去？不去。你看看，不去哎。他就是老这样，你不担心你去了北京，他跟其他的学妹就不批评他的、不呲楞他的学妹走在一起吗？担心啊，就有一次他吧，还有一次你说说。有一次他吧，就特别的暧昧，跟一个女生。暧昧我们都共同认识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就在他的空间留言说：“我的微笑是你最大的动力。”然后完了。他还跟人家，那应该是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动力。对啊，是那个女生去他空间留言，我当时就一脸懵，哎，这2人什么关系啊？然后他还跟那个女生互动。不是，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就是我们俩就是一个搞玩笑话的，就因为那会儿好像是愚人节吧，你看他老是这么猜忌我，然后完了，第2天嘛，他就跑到我上课的地方，一个教室门口里外边等着，等到我下课吧，一看见我直接就冲了上来，就跟我在那里。吵啥呀？我是想问清楚他嘛，我也没说一去就你怎么，我去了我还是好好跟他讲，然后讲着他那个态度是爱答不理的，然后我就火了嘛，我就生气了嘛，我就觉得你有什么你就跟我说什么啊。好，听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你也挺不放心他的是吧？今天来的目的是让他支持你的理想，是吧？对，是你要来。还是他要来？我要来。你要来干啥？就是因为他现在就一直想要去北京嘛，我不想去。就我可以在老家等着他，但是就是希望他不要就一直那么强势的要求我毕业必须去。我可以在红河等着你，你去北京吧，我是死也不去，是这意思吧？是，对真是死也不去啊？不去。看看怎么办吧，就是一对大学的这个恋人，因为毕业的去向发生了分歧，或者说人生规划和爱情规划出现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我们听听老师的建议，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妈妈式的女友，在生活当中肯定特别照顾你，对吧？对。这种的好你是享受的，但只要她不管我，就更好了。可以这么说。所以是不是妈妈？妈妈对我太好了，每一个妈妈都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妈妈式女友。但其实你不能一味的去苛责说你要对我好，但你还不能管我，因为你享受人家对你的好，你就要受得了人家对你的约束。女生呢，就是还是同样的问题，妈妈式女友，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这哪像是在谈恋爱呀？你这恋爱谈的肯定特别累，每天都在操心，你可能每天担心完自己的学业，还要担心他的，还要考虑他的未来。所以爱情当中那些特别诱人的因素啊等等，让人心动的那种感觉，完全都被这种的操心给代替掉了。因为我们现在也不小了，这些问题确实是应该要考虑的。21岁很小，不要太着急。就是很多事情，如果你很着急的话，就会适得其反的。你想做什么你就去做，但是你不可以以爱的名义去绑架别人，去改造别人，因为爱本身不是改造，是成全。所以你不能要求他，你一定要跟我去北京，你不去就证明你不爱我，5分钟之内你不到，你就证明不爱我，那你的爱也太小了。如果要以这个去衡量的话，你们之间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因为打死都不去北京，分手都可以，那我就是不去北京，也没有多爱你，你快不快乐我不管，反正你要跟我去北京，那你也没有多爱他呀，对不对？朝着自己的梦想去走没有错，但是前提就是不要辜负年轻的这颗相爱的心就可以了。谢谢。好，谢谢沙老师。来，涂老师。你说你们2个人谁更自信一些？我觉得我比较自信。看上去是你自信，其实最不自信而自卑的就是你。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是不张扬的，他绝不会在众人面前羞辱别人，说别人不行，不给别人面子，而是懂得尊重和宽容，因为他内心强大。但是你处处在别人面前不给他面子，数落他，这恰恰展示了你内心的不自信。真正自信的人是有包容心的。大家都说你看上去像一个母亲，但是我却认为他看上去更加像父亲，因为处处谦让你的恰恰是他。一个真正成熟的人是懂得谦让、尊重和包容的，而不是事事都要争得头筹，事事我都要拔尖儿。所以你要意识到，很大一种情况下，你们的相处过程当中，是这个男生相对于包容的性格在谦让着你。从某个角度上来说，望夫成龙听着是件好事，但在我看来，这样的婚姻相对于功利。女人希不希望自己的男人好？当然希望，但成功不是最重要的。女人更希望一个男人有责任、爱自己，其次才是成功。如果所有的女人都希望自己的男人成功是第一要素，那我告诉你，去看看那些望夫成龙的故事，有哪个丈夫在妻子含辛茹苦的陪伴之下，在成龙之后再把原配给抛弃了的呢？你想想是不是这样？而恰恰是像这样的男生，能够在生活当中处处谦让你，即便在众人面前你不给他面子，他依然会向你低头的人，才是真正爱你的人。你说呢？所以有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太优秀了。是的，不要觉得自己的好像我的成功路径都是好的。他不是不上进，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不同罢了。你能说那些回老家踏踏实实做老师的人就没有上进心吗？你能说那些一门心思就想选择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人就一定大有可为吗？不一定。最关键的是这个人是否真的爱你。其实在我看来，这小子其实不是不想去北京，他是想拿你一下。你要是软着跟他说，求求你也跟我去北京吧，亲爱的，你看看效果会怎样。虽然他说我更喜欢小鸟依人，其实恰恰是错误。他之所以选择你，就是喜欢你的刚烈，你信不信？而你好像貌似不喜欢他的不求上进，但是其实你选择他以及长此以往的朝夕相处过程当中，你恰恰是在享受他对你的包容。所以不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塑造自己的男人，而应该多多的想一想，
在生活当中，谁包容了谁，谁尊重了谁。好，谢谢涂老师啊。该谈恋爱就谈恋爱，该去追自己的理想就去追自己的理想，没有人有权利指责别人有梦想，对吧？也没有人有权利说，你应该怎么做。如果他真的爱你，你去做了，他会支持你，他会真的等你。如果他不爱你，他勉强跟你去了北京了，他也会跑回来，想对方的好。男生有男生的好，对不对？女生有女生的可爱之处，否则你们不可能在一起3年。但是现在就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梦想还是爱情，但是我从来不认为说梦想和爱情之间是有冲突的。如果那是真爱情的话，怎么会因为你去了趟北京它就丢了呢？所以你们自己选吧。你可以不去北京吗？我可以在老家等你。不可以。啊。我跟你说过的，你还记得那年我们环海的时候，我跟你说，那是我的梦想，我特别喜欢大理。前几年你陪我一起，我们一起攒钱一起，后几十年我跟你一起种种花，遛遛狗，养养猫，这样不行吗？但是你一个女孩子家去那么远的地方真的很危险的，看那么大城市那么远，你又没怎么出过远门。我不怕，你愿意陪我吗？你陪我我就不危险了呀。时间到了啊，谢谢2位啊，谢谢，请回吧，谢谢你们。做梦的爱情到这